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每周分享家庭美食。最近这2天一直在装修厨房，减缓了更新速度，之后的时间多更新几期，希望小伙伴们继续支持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分享一款面包的做法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吧。首先准备500克的高筋粉或者是面包粉，面粉中加入50克的白砂糖，30克的奶粉增加奶香味，5克的酵母粉。把材料轻拌一下，面粉中可以加入2个全蛋，加入鸡蛋做出来的面包既有营养，而且还会松软一些。简单搅拌一下之后，相信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奶油味的面包，可以加入50克的淡奶油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更受小朋友们的喜爱。最后我们用牛奶来和面，牛奶可以准备180克左右，少量多次的加入到材料当中。之前做面包都是准备好材料一带而过，很多伙伴说我想看一下面团的这个形态，这期视频正好做面包，这个面包相对还比较简单一些。这里我们把牛奶少量多次的添加进去，把面团和成一个柔软光滑、不沾手不沾面盆的面团。每个地区的面粉的湿度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准备的牛奶可能会有剩余。在做美食的时候，要学会去看食材的形态，而不是去死记硬背它的配料。大家看现在这个面团软硬适中，不沾手不沾面盆。把面团揉成这个形态之后加入30克的黄油，然后再加入2克的盐。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大家只需要记住面团成型后加入这2种材料就可以。然后把黄油包在面团当中，有厨师机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用厨师机，没有厨师机的小伙伴，之前发布过很多视频，也都是手揉出模的视频。只要前期的材料正确，湿度控制好，面包很容易就出模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做任何样式的面包，它都会成功。接下来用保鲜膜把面团包好，这款面包不需要一发，所以这里只需要让它松弛20分钟即可。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取来烤盘，烤盘上刷上一层油。20分钟以后，面团松弛的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醒发，所以这里不需要揉面排气。把这块大面团分成14到16个小剂子，每个小剂子给它简单的揉一下，放在一旁。虽然这是一款简单的面包，但是这款面包它的适用性非常强。这款面包的口感类似于老面包，但是它又有吐司面包的奶香味儿，制作起来特别的简单实用。一次制作就可以满足一个3口之家3天左右的早餐。吐司面包还需要购买吐司面包的模具，这款面包不需要模具。如果你是一个烘焙小白的话，想做一款好吃的面包，不妨试一试。把这个小面团擀成长长的牛舌状，用手按压着把它卷起来，中间鼓，两边细，把它放在烤盘当中。用同样的方法，不一会儿就把这盘面包全部做好了。准备的这份材料适用于咱们大多数的家用烤箱，32升至38升之间，正好排成一盘。然后放入到烤箱当中醒发。烤箱有醒发功能的，很快就会醒发好。烤箱没有醒发功能的，放在里面让它自然醒发。因为每个地区的温度都不一样，这里我们来看它的体型就可以。体型大概膨胀6到7分的样子，这个时候就醒发好了。全蛋打散，在面包上厚厚的刷上一层鸡蛋液。作为装饰，可以撒一点点的白芝麻。怎么烤这款面包，大家一定要记好。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下层或者是偏下层烤20分钟左右即可。如果10多分钟以后上层上色特别的严重，可以找一张锡箔纸快速简单的盖在面包上，这样可以减少上层受热，防止上层烤糊。一款特别简单适合新手小白来制作的家庭面包就做好了。吃起来就像有营养的老面包，但是它又有吐司的味道。一次制作可以满足全家好几天的早餐。给大家展示一下面包的里面，特别的均匀，特别的松软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款大众小排面包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一定要帮忙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
材料也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。